在前2期的视频中，我们理解了做局是跨越阶层的关键，也学习了普通人做局的5个完整步骤。掌握了这些，可以说你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棋手了。你知道了如何去思考棋局，如何去落下棋子。但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更令人不寒而栗，也更接近权力核心的问题。这个世界上最狠的局是什么？答案是阳谋。所谓阴谋，是见不得光的诡计，它像一把藏在袖子里的匕首，一旦被你发现，就会失去作用。而阳谋是一把放在桌面上的屠龙刀，它把所有的陷阱、规则和杀气都摆在你的面前，让你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它考验的不再是你的智商，而是你的欲望。它利用的不再是信息差，而是人性中无法克服的弱点。它让你在走向深渊的每一步，都觉得自己是自由选择，甚至是无比正确的。今天我们将进入顶级控局者系列的最终章——权谋篇。我将为你深度拆解2个历史上最无解的顶级阳谋——围魏救赵和推恩令，带你洞悉人性博弈的最高境界。如果你想知道如何成为一个不仅能下棋，更能制定规则的造局者，那么请系好安全带，我们的终极思维之旅现在开始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阳谋，孙膑的围魏救赵。这个成语我们耳熟能详，但大多数人只看到了他的术，却忽略了他背后那令人窒息的道。公元前354年，战国时代，魏国大将庞涓正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魏武卒，气势汹汹地围攻赵国都城邯郸。赵国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，危在旦夕，只能向盟友齐国发出最急切的求救信。齐威王接到求救，任命田忌为主将，孙膑为军师，出兵救赵。我们把自己带入主将田忌的角色。作为一个优秀的做事者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兵贵神速，敌人正在攻打我们的盟友，我们当然应该立刻带兵，火速赶往邯郸城下，与魏军主力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决战。这是最直接、最符合道义，也最符合常规的线性思维。但孙膑作为一个顶级的做局者，他看到的是一个超越了战场本身的更深层次的棋局。他拦住了心急如焚的田忌，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：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权，就斗者不搏己。意思是想解开一团乱麻，不能用拳头去砸；想劝开2个正在械斗的人，不能自己也拿着武器冲进去。那么孙膑的局到底是什么？他洞悉了对手庞涓的核心弱点和人性必然。首先，庞涓的命门是什么？找到那个他不能失去的东西。孙膑首先思考的不是我该如何打败庞涓的军队，而是庞涓最害怕失去什么。庞涓此行的终局目标是攻下邯郸，建立不世之功。但支撑他完成这个目标的根在哪里？在他的大后方，魏国都城大梁。大梁就是他的命门，一旦大梁受到攻击，他攻下邯郸的战功就会瞬间变得毫无意义。其次，庞涓的人性必然是什么？利用他无法克服的情绪。孙膑对他的老同学庞涓了如指掌，他知道庞涓是一个能力极强，但又极其骄傲自负的人。当这样一个骄傲的人得知自己的老对手孙膑没有去救赵国，反而趁虚而入，攻击他空虚的大本营时，他会怎么想？想象一下庞涓接到军报那一刻的内心，他刚刚还在享受着即将踏平邯郸的征服者快感，下一秒，这份快感就变成了后院起火的极致羞辱和恐惧。孙膑的这一招不仅是在调动他的军队，更是在精神上对他进行了一次精准的降维打击。因此，无论从情感上的愤怒还是理智上的权衡，他都有一个必然的选择：立刻回救大梁。于是孙膑布下了一个堪称完美的阳谋。他没有派一兵一卒去赵国，反而率领齐军主力大张旗鼓地
直奔魏国都城大梁，摆出一副要掏你老家的架势。现在我们站在庞涓的角度，感受一下这个局有多么无解。孙膑给了庞涓2个选项，让他自己选。选项 A， 继续围攻邯郸，结果齐军很可能会攻破大梁，俘虏他的家人，断掉他的后勤。就算他攻下了邯郸，他也会立刻变成一个流亡将领，这是人生的彻底失败。选项 B， 放弃邯郸，回救大梁，结果首先邯郸之围自动解除，其次他那支疲惫的部队必须进行数百里的急行军，必然人困马乏，而孙膑的齐军则可以以逸待劳的等着他一头撞进来，这是战役的必然失败。你发现了吗？这个阳谋最狠的地方在于，他把一个看似复杂的问题简化成了2个注定会失败的选项，然后把选择权这个看起来很宝贵的东西恭恭敬敬地交到了你的手上。庞涓明知道回救的路上可能有埋伏，但他不得不回。他不是输给了孙膑的兵力，他是输给了孙膑利用他的命门和人性所设计的这个无解的局。这个古老的阳谋在现代商业中依然是绞杀巨头的利器。我们来看腾讯和360的 3Q 大战。当时360推出了一款名为扣扣保镖的软件，功能是屏蔽 QQ 的广告。对于用户来说这是好事，但对于腾讯来说，这就是一个围魏救赵式的阳谋。腾讯得都城大梁是什么？是他赖以生存的广告收入和用户数据。360直击他的命门。此时的马化腾就面临着和庞涓一样的两难选择。选项 A， 忍气吞声，任由360发展，结果腾讯的商业模式会被彻底瓦解，这是未来的失败。选项 B， 强力反击，不让用户使用360，结果腾讯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在装有360的电脑上 QQ 将停止运行，这就是著名的2选1。这个决定虽然最终打赢了战争，但也让腾讯背上了垄断霸道的骂名，这是舆论的失败。所以围魏救赵这个阳谋的核心是找到并攻击对手的必救之处，迫使他在你预设好的2个都有巨大代价的选项中做出选择。这是一种顶级的控局智慧。从围魏救赵的军事奇谋到3Q 大战的商业博弈，我们看到了选择权陷阱的巨大威力。如果你觉得这个阳谋已经让你对竞争有了全新的理解，不妨先给我点个赞，支持我继续为你揭秘一个比这更无解、更高级，甚至看起来充满善意的顶级阳谋——推恩令。如果说围魏救赵是让你在2杯毒药中选一杯，那么汉武帝的推恩令则是递给你一杯看起来最甜美、最诱人的甘露，让你满心欢喜、心甘情愿地一饮而尽，然后自己毒发身亡。这在古今中外都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顶级阳谋。我们先来看汉武帝时期的背景。当时的汉朝面临着一个足以动摇国本的巨大威胁，地方诸侯王势力过大。按照旧规矩，诸侯王的爵位和封地只能由嫡长子一人完整的继承。经过几代人的经营，一些大的诸侯国已经开始不把中央的皇帝放在眼里了。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曾试图用强硬手段削藩，结果直接引发了七国之乱，差点导致汉朝提前灭亡。这个血的教训告诉汉武帝，用阴谋或者暴力去直接对抗是行不通的。这时汉武帝，这个历史上最雄才大略的做局者之一，采纳了大臣主父偃的建议，颁布了推恩令。我们来品味一下这个法令的内容，它听起来是多么的充满仁慈和善意。汉武帝对诸侯王们说，各位叔伯兄弟，你们只让嫡长子继承所有的封地，这对你们其他的儿子太不公平了。现在我颁布一道推恩的法令，允许你们主动把自己的封地分给你们所有的儿子，
让他们都能封侯，光宗耀祖。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，这个看似皇恩浩荡的局到底有多么恐怖。首先，他利用了什么人性？那些你无法拒绝的诱惑。他精准地利用了人性中最无法抗拒的2点。第一，父亲对所有儿子的爱。哪个父亲不希望自己的每个孩子都有出息呢？第二，非嫡长子的贪婪与渴望。皇帝突然给了他们一个改变命运、裂土封侯的机会，他们会怎么做？他们会拼命地去劝说，甚至逼迫自己的父王，要求分封土地。其次，他给诸侯王制造了怎样的困局？甜蜜的死亡陷阱。汉武帝同样给了诸侯王2个选项。选项 A， 执行推恩令，皆大欢喜。结果，一个大的诸侯国不出3代，就会被自动分解成无数个小地块，实现了自我瓦解。选项 B， 不执行推恩令，维持现状。结果，首先，你公然抗旨，是不是想造反？更重要的是，你那些没分到土地的儿子们会怎么想？他们会怨恨你，会嫉妒嫡长兄，引发剧烈的内乱。你就算不被中央消灭，也会被自己的家庭矛盾活活拖垮，实现自我崩溃。你发现这个阳谋的恐怖之处了吗？他让诸侯王陷入了一个亲情与权力的必死之局。你选择亲情，分封诸子，你的权力就会被稀释；你选择权力，只传嫡长，你的家庭就会因为内斗而分崩离析。汉武帝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，他只需要静静的等待。人性的弱点会替他完成所有工作。这就是阳谋的最高境界，杀人不见血，诛心不留痕。这个阳谋在现代依然无处不在。想一想，平台经济的崛起，是不是一个面向所有劳动者的巨大推恩令？在过去，一个手艺人必须依附于一个大的组织才能生存。现在平台出现了，他对所有手艺人说，你们不用再给老板打工了，来我这里注册吧，我推恩于你们，让你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老板，自由的接单。结果是什么？手艺人纷纷离开组织，成为平台上的独立接单者。他们失去了组织的庇护和议价权，每个人都变成了孤立的、互相竞争的原子，被平台的算法、抽成规则和评分体系牢牢控制。他们看似自由了，实际上却进入了一个更大的、更难以反抗的局。所以你看，无论是古代的诸侯王，还是今天的手艺人，都面临着一个不得不跳进去的陷阱。推恩令这个阳谋的核心是设计一个看似充满善意和利益的规则，利用局内人的内部矛盾和人性弱点，引导他们主动走向一个有利于做局者的自我瓦解的结局。从围魏救赵的2选1死局，到推恩令的甜蜜陷阱，我们看到了顶级阳谋的巨大威力。他们不再是简单的做事或者做人，而是站在了天道的层面，去观察、理解并利用人性中最深刻的规律。他们是规则的制定者，是棋盘的设计师。理解这些，并不是要教我们去算计别人，恰恰相反，是为了让我们拥有更高的智慧，去识别自己身处的局，避免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别人局中的棋子。理解阳谋，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冷酷无情，而是为了让我们在面对复杂的选择时，能多一分清醒，少一分冲动，多一分智慧，少一分被动。它让我们明白，真正的强大不是拥有伤害别人的能力，而是拥有不被别人伤害的智慧。当你能看懂这些顶级的权谋，你就会明白这个世界运行的真正逻辑。你会开始思考，在你的人生中，在你所处的行业里，谁在扮演孙膑的角色，迫使你做出两难的选择？谁又在发布推恩令，用看似美好的规则引导你走向一个被设计好的未来？下层做事，中层做人，上层做局。通过我们顶级控局者这3期的系列视频，我希望
你已经拿到了那张从下层通往上层的思维地图。愿你从此眼中有尺，心中有谋，脚下有路。如果今天这两个顶级阳谋的拆解，让你对人性、策略和世界运行的规律有了石破天惊的全新认识，希望能给我一个强力的点赞，为我们这个系列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也请务必订阅我的频道财商思维，并打开小铃铛，因为剖析历史和理论只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我们的人生。在未来，我会继续为你带来更多能够落地实践的财富智慧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愿你我都能在生活的舞台上成为自己人生的做局者。